高考失利后，我反手一封举报信，直接把班主任送去吃了牢饭。没过多久，我也被带进了特殊谈话室。陆枫，你小子是怎么看出来你的班主任是一名境外间谍的？我一脸淡定，没有任何犹豫，条理清晰的把前因后果摆了出来。高考前那场动员大会上，我那班主任跟打了鸡血似的，疯狂输出他的读书论。他嚷嚷着读书就是为了润出去留学，只有在国外赚钱才是人生的终极奥义。而且这种奇葩言论，他在平时的课堂上也没少给我们洗脑。我就琢磨着，哪个正经老师会天天给学生灌输这种大侄子的歪理邪说？凭借着这点怀疑，我开始关注他的日常行为和活动轨迹。之后，我用黑客手段侵入了他的电脑，这一查不要紧，居然让我扒出了他藏在暗处的另外一个身份。他表面是红星中学的老师，背地还是那个中美留学协会的秘密会员。最重要的是，我查证到了一张神秘合影，跟他同框的那位，居然是红色通缉令上的间谍头子。我这番回答有理有据，逻辑严密，听得对面的人一愣一愣的。另一直都在盯着监控画面的陆局长，既惊喜又焦虑。他大步走出监控室，一把推开谈话室的门，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笑意，站在我面前。你的举报内容真实有效，目前我们不仅已经控制了那名间谍人员，而且目前已经坐实了他的身份。但是我们依旧很好奇，你是如何找到我的私人邮箱？我依旧面不改色地回答道：如果进入国安局内部系统，那么你的私人邮箱也就不难寻找。陆局长眉头一挑问：那你的黑客技术是从哪里学来的？我咧嘴一笑：网瘾少年，自学成才呗。他紧接着追问：既然你举报信都发了，为何要隐匿身份信息，隐藏 IP 地址？难不成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考验我们国安局的办事能力？我耸了耸肩，一脸无奈地摊开手，这事儿我也没办法，要是立马被你们找到，我就得天天配合调查。那2天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可没空陪你们耗着。陆局长笑了笑道：你这次立了大功，想要什么奖励？根据你立功的情况，可以给你申请200万的奖励金额，怎么样？我低头沉思了片刻，要是行的话，我想上大学，用奖金换一个进入重点大学读书的名额，行不？陆长林眨了眨眼，饶有兴致地问道：为什么要获取进入重点大学的名额？我叹了口气，眼神黯淡，爷爷快不行了，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我能考上重点，可我这次考砸了，不想让他带着遗憾走。陆长林沉吟片刻，欣慰地拍拍我的肩膀：不错，是个有孝心的孩子，我可以答应你的请求，帮你通过特招渠道获取一个进入国内重点大学的名额，国防科技大学，你看怎么样？我心里顿时乐开了花，立马点头如捣蒜：行啊，那简直太好了。不过这时陆长林脸色突然一变，话锋一转：先别高兴得太早，有个前提，你得参加我们国安局本年度的招新考核，而且顺利通过考核才行。我顿时愣住，这老狐狸的意思再明显不过，这是想拉我入伙当国安啊？我迟疑了一下，没问题，但我连你们内网都能黑成了，技术这块还用考吗？还能考啥？陆长林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笑：抓老鼠，说白了，所谓的老鼠就是寻找嫌疑人物或者是间谍分子。半个小时后，我被一辆车扔到了繁华的春水街上，慢悠悠地打开了手中的线索纸条，纸条上只有一个字：将，限时2小时。我没有急着迈步，而是站在原地琢磨起这条线索。虽然将这个字的指向看似明确，但这背后代表的可能性实在太多。考核官早就给过线索，那只大老鼠就藏在春水街的某个角落，虽然范围锁死在这条街，但这春水街一眼望不到头，也太长了。江字能代表的东西五花八门，可能是姓江人家开的店，可能是带江字招牌的铺子，也可能是临江的住户，甚至是街上某个姓江的路人。真要靠笨办法一个个去排查，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毕竟考核时间就2个钟头，这种费时费力的可能直接就被我否决了。太明显的和太隐晦的都不靠谱，那么真相只有一个，这个藏匿大老鼠的地方肯定跟江字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这种联系绝不紧密，或者说表面上看着八竿子打不着，实际上却暗藏玄机。站在出题人的角度想，这才是混淆视听的最佳手段。我沉思片刻，顺手掏出手机在软件上一搜，立马跳出7、8家带江字的店，什么江湖快餐、江氏面馆、老江酒馆之类的，这些名字太直白，显然是迷惑项。至于附近跟江字有关的地点，我翻遍了也没找到。突然我脑中灵光一闪，出题人早就放着我会用手机搜寻这一手，根据提示词大概率都搜不到这个点。经过这么一番推敲，我觉得这个猜测的靠谱程度极高。为了印证我的猜想，我就开始同着周边商贩打听消息，终于多方打听之下，锁定了一家最不起眼的商家川渝家常菜。因为这家店之前的名字是江家菜馆，现在店里老板姓江，关键他还是江家的上门女婿。此时国安指挥室里，陆长林和康兆年看着我的操作，都忍不住点头称赞。他们很清楚，我和那些愣头青不一样，没有一下车就漫无目的展开搜寻，而是用手机排除干扰的操作。而我向周边商贩打听消息后所走的方向，离正确答案已经是8、9不离10了。康兆年忍不住惊叹，真是后生可畏，这叫陆枫的小子天赋异禀，嗅觉简直灵敏的吓人。不过杜长林脸上却挂着意味深长的笑，就算他找对地方也没用，真正的难题在后头，好戏才刚开场。来到川渝家常菜馆门口的时候，我顿时傻眼了，这家的生意怎么能火爆成这样？排队的人有很多，粗粗估算大概有3、400人，也就是说自己要在这3、400人中抓出那唯一一只大老鼠，不可能没有任何其他线索，直接让自己在这2、300个人当中寻找吧。看着乌泱泱的人群，我心里直犯嘀咕，就算圈定了大老鼠隐藏的区域，但是想把人找出来也难如登天。说实话，这难度比我预想的还要变态得多。就在这时候，耳麦里突然滋啦一声，传来考核员的声音：恭喜新人成功锁定大老鼠的藏身区域，特别提醒，行动中请勿惊动普通民众，更不能跟任何人透露你的身份和这次行动的事，一旦违规，任务直接判定失败。不得不说，这个设置还真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严重怀疑出题那孙子压根就没想让考核队员最终寻找出大老鼠，真是服了，出题者的脑子里有坑吧？饶是一向脾气较好的我都忍不住想隔空问候他祖宗。而此时另一边，国安局地下指挥室内，陆长林和康兆年通过监控画面把我也抓狂的表情看得一清二楚。康兆年叹了口气道：你妹妹这次出的题难度的确大了一些，连陆枫这种心态稳的一批的新人都快疯了，要是换做其他的新人，说不定现在已经崩溃了。陆长林无奈苦笑，怪不得他前几天放话说今年没人能通关，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让人把大老鼠找
找出来。陆长林叹了口气，要是这小子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态，在这个节骨眼上崩了，那接下来的任务基本就凉了。康兆年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确实是这样。不过话说回来，陆枫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锁定位置，这就已经充分证明了他的能力，其实算他过关也不为过。陆长林微微皱着眉头，刚想点头表示赞同，不过下一秒，顾长林的脸色又是陡然一变，因为通过监控画面，顾长林突然发现，刚刚满脸愤怒的我，此时脸色突然转变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极其狡猾的坏笑。站在菜馆门口的我，嘴角突然疯狂上扬。我想起来了，系统的伪装专家技能不仅能让我进行伪装，还能识破别人的伪装啊！能够肯定的是，这次考核项目当中的大老鼠肯定是国安队员假扮的。既然是假扮，那么必然会进行一定的伪装，所以我只需要通过伪装专家技能，在菜馆之中寻找到身上有伪装痕迹的人就行。普通老百姓谁没事闲得玩易容啊？事实证明，思路一打开，瞬间觉得这题也没那么难了。我确定了思路之后，立马开启技能，对着门外排队的长龙扫了一圈，脑海里瞬间浮现出一张伪装鉴定全息图。技能变态的很，只要视野里出现伪装过的人，系统立马就会拉响警报。我把外面这几百号人全筛了一遍，结果很遗憾，这帮排队的吃货里一个带伪装痕迹的都没有。那么也就是说，真正的大老鼠应该隐藏在菜馆里面。这一下范围一下子就缩小。我瞅着那条排队的长龙正发愁，这得排到猴年马月去。旁边突然凑过来个黄牛，低声说200块包插队。看着这密密麻麻的人群，硬闯肯定不行，我只好忍痛掏出200大洋递给黄牛，搞到了一张前排号。顺利进入菜馆1楼的我是1秒钟都不敢耽误。坐到座位上之后，我随意点了2个菜，就立刻开启雷达模式，对菜馆里的人员进行了伪装甄别。光靠肉眼观察这些人的神态和反应，竟然找不出半点破绽。看来这只藏在暗处的大老鼠，肯定是国安局内部成员当中的一个身经百战的人，心理素质简直硬得可怕。就我这东张西望的德行，要是碰到个嫩点的对手，估计一眼就能看出我是来考。一旦察觉到我的身份，心理素质差点，脸上表情或者手头动作，哪怕再细微也得露马脚。可我瞪大眼珠子瞅了半天，愣是没在这些人身上揪出一丁点毛病。所以任务的难度不仅仅是在大海里捞针，这针还特么会隐身。这名大老鼠的演技炸裂，常规手段根本抓不住他的把柄。就在我扫到角落的时候，视网图终于传来了警报声。警报声响起的那一刻，激动不已。不过很快我又懵了，因为通过视网图中的坐标显示，有过伪装痕迹的人竟然是2个人。难道说大老鼠指的是一个团体，不是一个人？还是说出题那孙子故意搞了真假美猴王，让他们都进行了伪装？我脑子瞬间有点短路。不过就在这时，我的扫描仪突然疯了似的震动，这玩意儿自带敌我识别，当身边出现真正的犯罪嫌疑分子或者是间谍分子的情况下，扫描仪就会自动激活产生反应。在扫描仪上赫然亮起一个白点，而这个白点所显示的位置，赫然就是左边角落靠窗位置上一个正在埋头吃饭的中年男子身上。按照扫描仪上的解释，扫描仪上出现黑点，则代表对方为间谍分子；扫描仪上出现其他颜色的点，则代表为犯罪嫌疑人或破坏分子。换句话说，眼前靠窗位置的那个埋头吃饭的中年男子，并非国安队员假扮的大老鼠，而是个背着案底的真逃犯。排除掉真罪犯，那剩下那个在左边角落靠近洗手间位置坐着的那名戴眼镜的男子，才是假扮的大老鼠。摸清底细后，我没有第一时间去和大老鼠摊牌，而是通过伪装专家技能，对那名真正的犯罪分子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伪装分析。分析结果让人直呼好家伙，这货居然动过刀整过容，看来是个改头换面潜逃多年的老油条。本来只想抓个演习的假老鼠，没想到撞上个真的通缉犯，事情越来越有趣了。我心里感慨了一声，随后目光先是来到了假扮大老鼠的桌子上，大步流星走过去，在他懵逼的注视下，一屁股坐在他对面。这国安哥们心理素质是真硬，明明知道身份暴露，脸上还稳如老狗，一点不慌。哥们，你是不是坐错桌了？大老鼠微微一笑，错愕的表情简直浑然天成。我眼神坚定的看着对方，别装了，大老鼠。大老鼠依旧一脸无辜的看着我，说什么呢你？我见对方还想跟自己玩躲猫猫，搞心理博弈那一套，于是也没什么好脾气了，直接冷哼一声，考核只说把你揪出来，现在我已经锁定你，你要是再跟我装傻充愣，可就算违规操作了。听到这话，大老鼠终于装不下去了，脸色一变，确定是我看他一眼，重重点头。大老鼠如释重负般的笑着摇了摇头，随后大老鼠在手腕上的手表上轻轻按下了考核结束的按钮。与此同时，我的脑海里第一时间传来了系统的提示音：恭喜宿主完成随机任务，奖励催眠术。我还没回过神，随即听到大老鼠的说话声：恭喜你完成考核任务，你就是陆枫吧？资料我看过，脑子比我想的还灵光，认识一下。我是。就在大老鼠他准备自报家门的关键时刻，我突然冲他比了个虚的手势。大老鼠被我这一下整不会了，下意识的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这时我突然一个箭步朝旁边的桌子跳了过去，以一个凌厉的虎扑姿势将对面那桌正在吃饭的中年男子扑倒，并且压在了身下。假扮大老鼠的国安队员猛了，说着就要上来拉我。陆枫，你到底要干什么？我立马朝他回应道：你是假的大老鼠，这个是真的大老鼠，手里有没有手铐？假扮大老鼠的国安队员顿时怔住，下意识的摇了摇头，不出重要任务的情况下不会随身携带手铐。我没有犹豫，再次开口：那你帮个忙，打个电话报警，让他们迅速派人过来。假扮大老鼠的国安队员再次惊诧，此时他也意识到了我的意思，皱着眉头反问：你的意思他是一名犯罪分子？我点了点头，而且是一名潜逃多年的犯罪分子。他通过整容手术改变了容貌，我猜测他当初犯的案子应该不小，否则不会花那么大力气整。这句话传递到指挥室之后，康兆年和陆长林全都瞪大了眼珠子。让你抓假扮大老鼠，你给我抓了一只真老鼠。相关人迅速到位，将嫌疑人抓捕归案。经过 DNA 鉴定，此人居然是尘封了10年的一例强奸杀人案的嫌疑人。就这样，我成功的通过了考核。刚回到国安局之后，听到会议室里桌子拍得震天响。1个小时后，会议室内的气氛却格外庄重。各部门大佬散去后，陆长林特意把我单独留下，神色严肃。陆长林脸上露出了难掩的欣慰。陆枫，你的能力远超我的预判，能拥有你这样的队员，
是国安局的荣幸。面对大佬的盛赞，我只是冷静地点了点头，多谢陆局厚爱。陆长林顿了顿道：“我和局里的各个队长讨论了下，接下来3个月你不隶属任何部门，哪边缺人你就去哪边顶上，等转正后再定最终归属。这3个月暂时行动2组办公室办公。”紧接着，陆长林从怀里掏出一台崭新的手机递过来，这是国安局成员标配，经过特殊加密的国产机，你的流程还没走完，但我特事特办，先破例批给你。我接过手机，还没来得及细瞧，屏幕倏地亮起，紧跟着就是叮的一声脆响，一条银行短信弹了出来：“您的尾号6337银行卡入账4200元。”我心里瞬间乐开了花，这领导真能处，办事太效率了。这4200块里，4000是考核奖金，剩下那200正是我为了混进会场找黄牛买票垫付的钱。原本还琢磨咋开口报销呢，没想到陆长林连这点苍蝇肉都算得清清楚楚。陆局大气，我咧嘴一笑，毫不吝啬地冲他竖起大拇指。陆长林却一脸淡定：“工资卡帮你办好了，密码自己改，以后工资奖金全走这张卡。”不得不说，国安局这办事效率简直快得离谱，人还没正式入职，工资卡倒先到位了。但这还没完，真正的惊喜还在后头。陆长林又从公文包里摸出2串钥匙，轻轻拍在桌上：“收好，一串是你的专车，另一串是你以后住所的钥匙。”说到这，陆长林刻意压低了嗓音：“位置一会发你手机上。”我盯着桌上的2串钥匙，心里不禁啧舌，这就是传说中的一级待遇，刚入职就配车配房，这待遇简直逆天。我也没矫情，千恩万谢地收起钥匙，顺手签了2份用车和住房协议。下午4点，我揣着那张还没焐热的地下基地通行证来到车库，很快找到了那辆属于我的专车，准备去配发的房子看看。此时距目的地还有5里地，脑海里的系统突然疯狂报警 ，LV2 扫描仪启动，前方发现高危目标，我心里瞬间咯噔一下，这技能可是我的看家本领，方圆5里内只要有间谍或罪犯，立马就能锁定。我急忙查看脑海中的雷达界面，这一看，冷汗差点没下来，一个猩红刺眼的红点，不偏不倚，正死死定在我要去的罗湖天地。这意味着啥？这不仅是富人区，更是间谍窝。8分钟后，我刷脸通过门禁，车子稳稳停在11栋楼下，双眼死死盯着那个红点。随着电梯层层上行，它离我越来越近，叮的一声，电梯门开，我站在1003号房门口，心脏忍不住狂跳。红点没动，但它不在我屋里，而是在我对门1004号处。这一刻，我瞬间悟了，难怪陆长林那老狐狸这么大方。豪车豪宅随便锁，合着是在这儿给我挖坑呢。国安局抓人讲究证据，尤其是住这种5000万豪宅的大佬，没实锤绝对不能动。陆长林这是拿糖衣炮弹把我砸晕，实际上是让我来当这个卧底邻居，全天候监视对面的大雨。至于为啥不直说，哼，估计又是这老头对我的某种考验。既来之，则安之。我深吸一口气，刷卡进门，推开房门的瞬间，我不由得再次感叹：真香！150平的复式结构，满屋子充斥着金钱味道的黑科技家电，光这装修没个100万绝对拿不下。为了不让我在那帮富豪邻居面前露馅，组织上这次是真下了血。反正任务都接了，这福不想白不想。我哼着小曲钻进浴室，放了满满1缸水，刚准备泡个澡，门铃却突然响了起来。谁呀？我也没点外卖啊！我疑惑地套回上衣，一把拉开房门，下一秒，整个人直接僵在原地，瞳孔地震。门口站着的竟是个美得惊心动魄的女人，黑色风衣裹着傲人曲线，那双罕见的紫瞳闪烁着灼热光芒，浑身上下透着股不怒自威的凌厉气场。你就是陆枫。美女眼神淡漠地在我身上扫了一圈，眉宇间带着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我下意识点点头，是我，请问您是？她红唇轻启，我姓陆，单名秦溪。说到这，她顿了顿，眼神瞬间变得锋利如刀。国安局调查科一组组长，轰！我脑子里瞬间炸开一道惊雷。调查科，那个国安局内部最神秘的部门，入职大会上各大部门大佬抢破了头，唯独没听过调查科这3个字。这意味着什么？要么这部门废到没边，要么他的级别高到不能摆在明面上。我咽了口唾沫，试探着问陆组长：“我这才入职半天，该不会就犯事了？”陆檀溪那双紫眸突然泛起一阵波光，像钩子一样盯着我。怎么没公事就不能来找你？这一眼看得我心跳漏了半拍，不得不承认，这女人简直是个妖孽，那种从骨子里透出的魅力，能把人魂都勾走。看着我手足无措的样子，她噗嗤一声笑，笑得花枝乱颤。行了，不逗你。说完，她直接绕过我，大摇大摆走进客厅，熟练的像是回到了自己家。第一是陆长林拜托我来，第二这里本来就是我的家。啥玩意？这房子不是局里分给我的吗？我愣在原地，直到他把一本鲜红的房产证拍在茶几上，户主一栏赫然写着3个大字：陆檀溪。我彻底懵了，既然是您的房子，陆局那老狐狸把我塞进来干嘛？陆檀溪没接话，而是从包里掏出一叠照片，神色瞬间变得冷冽。这就是我要跟你谈的公事。我拿起照片一看，顿时觉得眼熟，认识吗？央视电视台当家花旦，新闻一姐何琳。我点点头，这张脸在电视上太常见了，但陆檀溪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如坠冰窟。2年前，江城重工核心技术泄密；1年前，江城大学精密实验室资料被盗。而这2起案件之前，何琳都恰好去这2个地方做过专访。我倒吸一口凉气，一次是巧合，2次就是鬼故事。这意味着这位光鲜亮丽的主持人背后藏着个极度专业的间谍团队，手段高明到连国安局都抓不到把柄。陆檀溪盯着我的眼睛，语气严肃：“为了抓这只狐狸，我1年前就销毁了档案，伪装成奢侈品店老板娘，花重金买下这套房，就是为了潜伏在他身边。”这一刻，所有线索在我脑海里瞬间闭环。那个 LV2 扫描仪扫出来的红点，那个住1004号的神秘邻居，原来就是何琳。我死死盯着对门方向，陆长林的算盘声我隔着5里地都听见。他把我扔到这，根本不是为了奖励，而是让我配合这位组长去接近那个最危险的女人。所以我深吸一口气，看向陆檀溪。陆局是想让我……陆檀溪伸出一根手指，在我面前晃了晃，语气突然变得玩味起来。经过我的贴身观察，终于发现了这位美女主持人的一个特殊癖好。我下意识追问：什么癖好？陆檀溪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他每个月都会去南州路的一家顶级会所寻欢作乐，而且每次点都是小鲜肉。他收起笑容，语气突然变得无比严肃：想要拿到核心最
者，必须让他对你卸下所有防备。所以你任务总结起来就俩字：好的。轰！我目瞪口呆，三观碎了一地。这种虎狼之词，竟是从一位国安局女组长嘴里说出来的。小鲜肉！轰！我脑瓜子嗡的一声，瞬间懂了他那眼神是啥意思。会所、富婆、帅哥、寻欢，这特么不就是让我去当钢丝球？联想到陆长林那老狐狸火速调我过来，还特意安排这一出，我猛地往沙发后一缩，双手护胸，满脸惊恐。打住，陆组长，你别告诉我，入职第一天的任务就是让我去当富婆钢丝球。见我这表情，他笑得花枝乱颤。我板着脸，义正言辞：陆组长，虽然我是新人，但我脸皮薄啊，这种肉搏战我真干不了，您还是另请高明吧。哎呦，不行了，陆峰啊陆峰，你这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他收住小，身体微微前倾。我们要你打入他私生活是真，但绝不是让你出卖色相。咱们局各大部门为了抢你都快打起来，你这种顶级天才，未来可是顶梁柱。陆长林那老东西也不可能答应。他打了个响指，眼神笃定。一开始陆局提议用你的时候，我是拒绝的，但现在看你这副德行，我改变主意了，因为你够真。他竖起一根手指，眼神瞬间变得犀利起来。何林这种段位的间谍，警惕性极高，那些训练有素的老特工，演得再好也会露破绽，唯独你这种没经验的愣头青，那股手足无措的傻劲儿，才是最致命的武器。稍微冷静下来后，我立马指出这计划的致命漏洞。陆组长，别开玩笑，何林是什么人？顶级间谍，警惕性高的吓人。我一个刚毕业的高中生，恋爱经验为零，脸皮薄的像纸，凭啥让他对我动心？至于怎么谈恋爱，他打包票，姐教你。我狐疑的看着他，你很有经验。没有，但我大学主修犯罪心理学和恋爱心理学，我两眼一黑，拿犯罪心理学去撩妹，这特么真能行吗？我深吸一口气，垂死挣扎着问，这倒霉任务我能拒绝吗？陆檀溪双手一摊，脸上挂着那招牌式的狐狸笑，很遗憾，门都没有。他悠哉的看着我。从你在那份协议上签完字起，你就是局里的特勤了。至于你家人，我们会照顾好。签字，我脑子里瞬间轰的一声，想起刚才陆长林那老狐狸让我签的协议，感情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恨得牙痒痒，感觉自己活脱脱就是个纯种大冤种。瞧见我这副悔不当初的样子，陆檀溪笑得更欢了。行了，陆峰弟弟，别挣扎了，局里老狐狸多的是，习惯就好。我没好气的白他一眼，语气不善的问，听你这意思，你跟陆局好像很熟啊？他漫不经心地理着头发，冷不丁抛出个重磅炸弹，那是自然，因为他可是我亲哥。噗，我差点被口水当场呛死。这女妖精竟然是老狐狸的亲妹，这俩人画风差的也太离谱。紧接着他话锋一转，直接丢下个重磅炸弹，回去收拾行李，接下来咱们得住在一起，为了任务打掩护，对外你的身份是我远房表弟。他神色变得严肃，何林昨天出国了，下周才回来，这一周咱们必须把姐弟关系演得滴水不漏。何林这次出国肯定没那么简单，极大概率是接头去了，等他回来必有动作，咱们时间不多了。我若有所思的摸了摸下巴，既然没有硬性指标，那这事儿倒是有意思，心里暗自打定主意，那我就按自己的节奏来。陆檀溪明显一愣，狐疑的盯着我，你想搞什么飞机？别忘了我是你上线，少给我擅自行动。我没多费口舌解释，只是嘴角微微一扬，他这人做事求稳，可我要的就是快准狠。既然是奉旨去撩妹，那就得使出雷霆手段。我的计划简单粗暴，就2个字：7天。没和他摊牌，纯粹是觉得说了他也不能信，指不定还得把我当成神经病。既然敢这么狂，底气全靠那个 LV2的伪装技能，这玩意儿不仅能让我改头换面，那是真假难辨。这简直是个顶级的魅力外挂，能让我的气质原地起飞。那何林不是好色的很吗？在我这顶级伪装的加持下，他那所谓的心理防线，估计就是层窗户纸，一捅就破。除了这事儿，还有别的疑问没？他的声音冷不丁打断了我的思路。我回过神，果断摇摇头，没了。以后有事我随时找陆姐请教。他先是一愣，可紧接着笑容瞬间消失，脸色变得比翻书还快，严肃的吓人。你没事了，我可还有个问题。他死死盯着我的眼，语气突然变得犀利起来。我就想知道，今天刑侦科考核的时候，在那个菜馆里，你凭什么一眼就能锁定那只大老鼠？我心里猛地咯噔一下，面上却淡定的眨眨眼。陆姐都出来1年了，怎么还对老东家的考核这么上心？别的我才懒得管。他摇摇头，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我只关心抓捕大老鼠这一个项目，毕竟这个变态级难度的题目，出题的人正是我。轰隆一声，这话简直像道惊雷劈在我天灵盖上，我的脸色瞬间就变了。我盯着眼前这明艳动人的女人，心里只剩下2个大字：卧槽！那考核压根就不是人能过的，要不是我有系统外挂傍身，早卷铺盖滚蛋。我之前还在心里把出题那死变态骂了1万遍，谁能想得到，这传说中的死变态竟然就在我身边？怎么着，哑巴了？见我半天不吭声，他步步紧逼的追问。我深吸一口气，盯着他那张精致的脸，一脸诚恳的反问了一句：陆姐，既然你是修心理学的，我有必要请教一下，你的专业课里是不是有门课叫变态心理学？这下我终于明白了，这次寻找大老鼠的考核项目之所以难得变态，竟然是因为他去年的题目出简单了，被同事嘲笑，今年是专门来报复。看着他那略显尴尬的表情，我不禁冷笑一声，还没等他解释，我直接打断了他的话头：陆组长，你管这叫难度大了一点。紧接着，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的拆穿了他的把戏。如果没猜错，你出题的初衷根本就没想让任何人找到那只大老鼠。这句话一出，陆檀溪整个人都愣住，果然被我猜中。他原本的设想，只要能查到川渝家常菜馆就算通关，可万万没想到，我竟然在没有任何线索提示的情况下，硬是把那个隐藏极深的大老鼠给揪了出来，甚至连出题人自己都觉得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结果却被我给破了局。难怪他现在看我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怪物。如果你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你到底是怎么找到他的？他那求知欲简直都要溢出来。我无奈地摊了摊手，陆组长，除了运气好，还能是因为什么？他显然不信，眉头紧锁。运气？那你又是怎么发现对面那个人也是潜逃多年的罪犯？这女人不愧是修犯罪心理学的，问题一个接一个，简直没完没了。可我现在只想洗个热水澡，于是我直接摇了摇头，摆出一副送客的架势。陆组长，水要凉了，我要洗澡，咱们改天再聊。说完，我转身就往1楼浴室走去。谁知这女人竟然不死心，直接追了上来。陆峰，你就说2句，我最近在写犯罪心理学的书，急需你这个案例做灵感。这也太执着了。我苦笑着再次拒绝，为了让他知难而退，我干脆一把脱掉了上
上衣，露出结实的肌肉。就在这一瞬间，陆檀溪终于绷不住，尖叫着捂住眼睛，一溜烟冲上了2楼，嘴里还嚷嚷着年轻人不讲武德。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我无奈的摇了摇头，还以为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结果就这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等我洗漱完毕，楼下已经没了陆檀溪的身影。毕竟他明面上的身份是奢侈品店主，上午10点才开门，再加上昨晚熬夜写那本所谓的心理学书，这会儿估计还在补觉。随意对付了2口早餐，我一脚油门直奔国安局地下基地，先是补齐了入职手续，紧接着我直奔刑侦部大楼。然而刚走到大门口，眼前的一幕直接让我愣在了原地。好家伙，刑侦部的大队长康兆年竟然亲自带着123组的组长，早早的守在大门口等我。这牌面未免也太大了！大家鼓掌，欢迎陆丰同志入伍，以后就是一个锅里吃饭的兄弟。康兆年满面红光，上来就给了我一个有力的握手。紧接着3个组长轮番上阵，特别是3组组长齐安，也就是之前那个伪装成大老鼠的家伙，我俩也算不打不相识。就在这气氛达到顶点的时刻，方宁捧着一个盒子走了上来，他郑重其事的拿出一支已经生锈的钢笔，双手递到了我面前。那一刻，全场瞬间安静。这是国安局2组一代代传下来的信念之笔，上一任新人是我，现在交给你了。他看着我的眼睛，语气无比庄重，希望你能握紧它，为国家安全贡献全部力量。我低头看着手中这支斑驳锈迹的钢笔，沉甸甸的。这一刻，看着周围那一张张肃穆而坚定的脸庞，我心中某种沉寂已久的热血瞬间被点燃。没多久，我就接了个新活，有人举报说市面上有毒教材，专门祸害中小学生，插图里全是些不堪入目的脏东西。我脑子里瞬间闪过陈光北家闺女的事，被小男孩掀裙子，最近学校里这种破事层出不穷，这中间肯定有什么猫腻。带着这一肚子疑问开了个会，大伙一分析，这里面怕是有境外势力的人想从根上毁了咱们下一代。任务一下来，我和方宁这组就领了命，专门负责去查那家图书公司的底细和往来信息。我在这方宁刚出门就开了扫描技能，眼尖的在车流里锁定了那辆嫌疑车，想跑我一脚油门就贴了上去，追了10来分钟，前面那辆黑色别克商务拐进了码头旁的停车场，我也不动声色的跟进去，把车停在了暗处。只见别克车上下来个大肚子秃头男，两手空空，既不东张西望也不显得紧张，闷着头就直奔码头去了。我给方宁使了个眼色，两人悄摸跟在后面，前面10几米就是警方的临时检查岗。那秃头男眼看着就撞上了枪口，可奇怪的是，这家伙居然一点都不慌，看见警员连个弯都不带，大大方方就走了过去。几分钟后，那秃头站到了警员面前，2名警员拿着证件核对半天，竟然一挥手，直接让他过去了。那家伙攥着船票，顺顺当当的通过了检票口。我稍微犹豫了一下，也带着方宁跟了上去。过了安检，顺利登上了船。我们找了个不远不近的角落坐下，既能盯着那秃头的一举一动，又不容易暴露，这才压低声音跟方宁交换意见。我一脸严肃的凑近他，如果没猜错，这家伙脸上贴了最新款的人皮面具，这玩意儿做的太真，近距离都很难看出破绽。但这东西有个致命死穴，那就是声音，脸皮再真也换不了嗓，只要一开口就得露馅。方宁听完脸色一变，猛地想起来，刚才那秃头过安检的时候，一直指着嗓子比划，压根就没敢吭声。2小时后，轮船停靠江州湾南岸，游客们乱哄哄的往外走，那个秃头男也夹在人群里下了船。我们紧紧咬着他不放，只见他出了码头，直接跳上一辆摩的就跑。我也顾不上别的，抢了辆摩的载着方宁就追。没多久就跟进了闹市区，那秃头坐着摩的在街上东绕西绕，足足转悠了2小时，硬是没停下来过。我和方宁很快就看出来，这孙子一直在兜圈子，这哪里是瞎逛，分明是在玩专业的反侦查套路。直到天黑下来6点多，这货才钻进一家面馆吸溜了一碗面，吃完抹抹嘴，转头又换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又在街区里磨蹭了2、3圈，一直耗到晚上9点，这才调转车头，直奔北岸码头开去。到了码头，一艘小船上钻出来个黑衣人，冲着秃头做了个请的手势。秃头点了点头，抢先一步就要往那小船上踏去，谁知还没走出2步，黑衣人猛地从怀里掏出一把寒光闪闪的短刀，生死关头，我当机立断大吼一声上。方宁抬手一枪直接毙了黑衣人，我飞身扑上去按住光头男，一把扯下那张假脸，我用刀背拍打着他的脸，老实交代这人是谁。吴瑞年还在那装傻，说根本不认识，不认识他干嘛要杀你？我一边戴手套一边捡起那把短刀，冲着方宁戏谑的一笑，师姐，刚才那货要杀他，刀上有指纹，我现在要是用这刀宰了姓吴的，是不是就死无对证？方宁心领神会的笑着点了点头。吴瑞年吓得尖叫，我配合我什么都说，我拍拍他肩膀笑，这就对了，指着地上那具尸体问他是谁。吴瑞年心理防线彻底崩塌，这次没敢犹豫，直接招供，是樱花商社的高岛良介，樱花国人。我沉着脸继续逼问，你俩什么关系？跟江城地区毒插画的事到底有什么勾当？吴瑞年叹了口气，老实交代，1年前商务活动认识的高岛良介，他在樱花国以前是高级插画师，后来下海经商，他主要负责把樱花国的动漫画本和插画推给国内各大图书机构，几笔生意下来让我们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因为工作经常接触，私下往来也就多了，高岛良介出手那是相当阔绰，不仅送女人，还大把的送钱。半年前我们公司刚打通审核中心的关系，接到了制作江城插画的项目，我也顺理成章成了负责人。高岛良介找上门来想插手这个项目，起初我也是一口回绝，可他拿之前的恩惠威胁我，不按他的方案办就得还钱，还要曝光我的验证，让我身败名裂。最后我还是妥协了，虽然看出插画有问题，但当时鬼迷心窍，就安排心腹私底下偷偷把图做出来。我耍了点手段瞒过公司老总，最后这批问题插画就这么顺利交到了审核中心。听到这儿，我算是摸清了这条毒插画的产业链，同时也意识到审核中心内部恐怕藏着樱花国的内鬼，那个潜伏在审核中心的内鬼地位绝对不低，不然这批脏东西根本不可能轻易过审。1小时后，我和方宁回到局里，吴瑞年也被押进了审讯室关了起来。大队长康兆年一脸喜色，听完汇报后，当即决定把接下来的矛头对准审核中心。接下来
讨论要不要公开高岛良介的死讯，大家一番激辩，一致决定直接曝光他的身份和死讯。晚上6点半，江城新闻头条直接炸，曝光了樱花国间谍利用毒教材祸害我国花朵的恶性事件。与此同时，市中心偏西的樱花商社内，核心人物全都聚齐了，一个个脸上写满了愤怒和焦躁。就在1小时前，商社群里炸了锅，紧急通知的内容正是江城台关于高岛良介死讯的报道。樱花商社里没人不认识高岛良介，这货在樱花商人圈子里地位那是相当高。坐在首位的社长川木本田板着一张脸，扫视着在座的众多代表。高岛君今天被杀的事，想必诸位都已经收到了风声。高岛君可是咱们商社的顶梁柱，也是杰出代表，说他干间谍这种事，我本人是深表怀疑的，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川木本田话音刚落，一个樱花商人就愤愤不平地站了起来。高岛君怎么可能是商业间谍？高岛君为人诚信，从不贪小便宜，他可是咱们樱花商界的精英翘楚。紧接着又有人站起来力挺，我绝不相信高岛君是间谍，他做动漫生意这么多年，给龙国引进了多少樱花的优秀作品？台下众人议论纷纷，必须逼龙国有关部门给高岛君一个说法，还我们樱花商人一个公道。画面一转，告别方宁，回到罗湖天地，我冲个冷水澡强行醒脑，开启逻辑推理大师技能，复盘今天所有的线索。虽说高岛良介挂了，吴瑞年也进去了，可藏在幕后的那只硕鼠到现在连根毛都没露出来，这足以证明幕后黑手不仅是个老奸巨猾的间谍头子，心理素质更是强的离谱。这种祸害要是不抓回来，往后绝对会给龙国的安全事业埋下巨大的隐患。可即便我有逻辑推理大师技能加持，分析了所有线索，依然找不到任何突破口。其实我往审核中心跑了好几趟，每次都开着扫描仪技能，可愣是没在那扫出半个间谍的影子。按推断，那只大老鼠极有可能就藏身在审核中心，而且身居高位。按理说，只要那大老鼠在审核中心，我的扫描仪就绝对不可能漏掉它。综合分析后，我得出一个细思极恐的结论：真要如我所料，接下来的调查不仅难如登天，恐怕还会阻力重重。第二天上午，我和方宁按照组长赵宇的安排，开始在审核中心搜查各项资料，分析相关的信息。但一上午的搜查，审核中心资料库中的各项信息资料中也没有任何可疑之处，这预示着接下来的调查可能将会陷入一段时间的僵局之中。吃完饭后，我躺在椅子上休息，很快脑海中闪现出的灵魂搜查吸引了我的注意，居然还有这项功能啊！我开心的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然后赶紧对方宁说道：“我要回基地一趟，高岛良介的尸体上或许还有遗漏的线索，我要对高岛良介的尸体做一下尸检。”方宁惊道：“相关部门已经答应把高岛良介的尸体交还给樱花商社，现在高岛良介的尸体可能已经运送去了樱花商社。原来就在刚刚，由于樱花商社关于高岛良介死因而闹审核施压，樱花大使馆向我国外交部门提出了强烈抗议，并要求立即归还高岛良介的尸体。我国外交部门虽然驳回了樱花大使馆的抗议书，但同意了归还高岛良介的尸体。不过如果赶快的话，或许还能拦截住。”没等他说完，我直接冲了出去，然后回头又朝方宁叮嘱了一声，给大队长打电话，让他无论如何要拦住。国安局地下基地，大队长康兆年步履匆匆的来到了鉴定科，他刚刚接到了方宁的电话。方宁在电话中一五一十的还原了我的交代。接到电话之后，康兆年立马就亲自赶到了鉴定科，结果刚赶到鉴定科，就得知尸体刚刚被送出去。康兆年急忙拨通了联系人，立即停止交接事宜，把高岛良介的尸体暂时运送到你们分局的鉴定室，一会儿陆丰会过去处理。从康兆年着急严肃的口吻中，徐从文判断一定是出了大事，所以立即点头道：“放心，康队，我马上处理。”分局的几名警员迅速做出反应，即便有几个樱花商人试图阻止运输车，但都被警员及时制止。很快，高岛良介的尸体被重新运输进了分局。十几分钟后，我来到了分局门口，徐从文立马带着我去了鉴定科管辖范围内的冷库。我进入冷库查看了一眼尸体，随后让几名警员先把尸体拉到了冷库外面，然后我面色凝重地对徐从文说道：“徐局长，接下来我要对尸体进行一番检查，这个过程我不能被任何外界的声音所打扰，希望您能帮我这个忙。”徐从文果断地点了点头，带着众人离开了观察室。观察室内，我行调整了一下情绪，轻轻吁了口气，随后开启灵魂搜查技能，目光中绽放出一股耀眼的光芒，直直地射向高岛良介的尸体。很快，我脑海里的记忆长河里出现了高岛良介的身影。当看清楚那位第1号间谍人物的时，我彻底惊住了。而此时分局外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分局门口的樱花商人们似乎对于高岛良介的尸体格外重视，不仅没有离去，反而在分局门口持续进行着抗议，整个分局的外围陷入一团乱麻之中。十几分钟后，徐从文办公桌前的电话突然响起，徐从文脸色不由得一变。接通电话后，电话里面传来了江城总局局长的声音：“徐从文，为什么高岛良介的尸体到现在还没归还给樱花大使馆？”徐从文立马解释道：“高局，国安局正在对高岛良介的尸体进行检查，等检查完毕之后就会归还高岛良介的尸体。”高局轻轻叹了口气道：“眼下这件事情已经上升到外交层面了，相关部门已经给我打来了电话，把高岛良介的尸体归还给樱花人吧。”徐从文还想据理力争一番，但是对方的话再次让他震惊。只听高局那边传来一阵沉重的叹息：“我懂，但这是超出预料，上面决定归还高岛良介的尸体给樱花。插话案查到他这也结案。”徐从文有些激动地问：“虽然这件案子归国安局管，但是我们前前后后也付出了不少努力，高岛良介的背后一定还有大老鼠的存在，为什么我们不能继续深挖下去？”上面也是综合考量之后做出的决定，先暂停这件事的调查，当然国安局会持续跟进秘密追踪的。徐从文听到高局的解释后，心情顿时异常复杂了起来。挂断电话后，徐从文看了眼外边的抗议人群，随后朝冷库方向走去。而在徐从文打开冷库大门的一瞬间，我也微微抬起了头，看向了徐从文。徐从文微微一怔，随即脸上露出一丝无奈的笑容：“陆丰同志，上面打来紧急电话，要求我们立即把高岛良介的尸体归还给樱花人，我也没有办法。”出乎徐从文预料的是，我只是微笑点头：“感谢你徐局长，为我拖延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我要做的事情正好做完了，你把尸体归还给樱花商社。”徐从文又是一惊，急忙
刚走到我的身旁，手指向冰冷的尸体。你发现什么了？我点头道：是发现了一些东西，我得赶快回国安局一趟，把发现的情况报告给局里，这对后面的调查估计会起到一些作用。徐从文怔了一下，缓缓点了点头，很快又犹豫地说道：刚刚接到高层电话，插话事件可能暂时要被叫停。本以为我会郁闷，结果我也只是点点头笑道：早在预料之中。看我如此淡定的反应，徐从文脑子里冒出了无数个猜疑。我给他吃了颗定心丸，已经有点头绪了。等抓到了那只大老鼠，真相自会大白。说完，我急匆匆地返回了国安局。此时指挥室里只有康兆年一人，他形单影调地站在窗台前，默默注视着窗外。看到我回来，他有些欲言又止。我突然笑了，我已经知道上面对此事的安排，而且也早已预料到。康兆年猛地一惊，脱口而出：你怎么预判到上面会调停此事？我得意点头，一来此事影响重大，上边需顾全大局；二来大老鼠身居高位，唯有借樱花人升级抗议调停，他才能全身而退。这句话让康兆年彻底大惊失色。你找到大老鼠？我目光坚定地点了点头。是谁？康兆年脸色严肃，低沉着嗓子继续问道。我没有说话，而是用杯子里的水在桌面上写下了2个字。康兆年看到桌面上的2个字后，脸色大变。这怎么可能？陆枫写出的这2个字实在太过出乎他的意料。这个人名康兆年并不陌生，甚至十分熟悉，因为这个人是康兆年的大学同学，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毕业后，康兆年进入江城总局，又秘密进入了国安局。而康兆年的这位大学同学毕业后进入了司法领域，凭借其过人的才华和能力一路挺，最终成为了江城司法部门的核心人员。我沉声道：康队，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往往就是人性。康兆年顿了顿，脸色又立马凝重起来，疑惑地问道：为什么判定他是幕后的大老鼠？我无奈地笑了笑，没有回答，因为没有办法回答。灵魂搜索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的。见我不说话，康兆年心中焦虑，那证据呢？有证据。我继续无奈摇了摇头。康兆年彻底愣住，不由得白了我一眼。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证他是幕后大老鼠，就算我相信你，上级部门也不会相信。我点了点头，所以我才来找康队商量如何从他身上查找证据。康队跟这个人是老同学，您对这个人应该非常了解，因为我从这个人的电脑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线索，而且也没有任何清理过的痕迹。康兆年困惑了，如果他是幕后大老鼠，电脑中又没有任何可疑痕迹，那么他是不是拥有一个特殊的下线？这个下线专门帮他传送信息？我摇摇头道，这种可能性不大，这种段位的高级间谍肯定要亲自处理机密，传讯区域大概率不在办公地或家中。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一个人越是一丝不漏，越是白得像一张白纸，说明这个人越有问题。他会利用这些外部的手段来包裹他的外在形象，而且我敢肯定，今天在上面的讨论会议上，此人一定出席。虽然我无法肯定最后讨论的决定是否由他牵头，但我相信一定和他相关。我的最后一句话令康兆年陷入沉思当中，紧接着康兆年突然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神秘的号码。几分钟后，康兆年从窗台方向走回来，脸色有些憔悴地说道：你说的没错，我刚刚给政法部门的一个老朋友打了电话，他同样也在今天那个会议之列。我从侧面打听了一下，今天在那场会议上，就是我这位老同学首先提出的暂停调查的观点。通过刚才那个电话的确认，康兆年心里产生了一丝落寞，对此我并不意外，已经通过灵魂搜查技能确定了他的身份，只不过现在还需实质性证据。康兆年同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稍微沉默了一下，随后思忖道：他这个人平常很孤僻，基本上没有什么兴趣爱好。自从他的妻子和儿子去世以后，他的所有时间基本上都投注在了工作。在我跟他的私交经历中，我几乎找不到他任何异常的点。我迟疑了一下，立马朝康兆年问道：他的妻儿全都故去了？康兆年点了点头道：10年前一场车祸，他的妻儿葬生在了车祸当中。那起车祸当时还引发过不少的关注度，后来经过调查，确系那起车祸是一场意外事件。那名司机逃逸后，最终被警方抓捕回来，最后那名肇事司机被判了无期徒刑。说来也是缘分，前几年我偶然一次在江城总局那边查找案例的时候，无意中发现那名肇事司机进入监狱后的第2年，竟然得了癌症死。听到这事儿，我立马引起了注意，直觉告诉我，当年发生在那个人妻儿身上的意外事件不简单。康兆年继续说道：他每个月几乎都会回他妻儿的坟前祭奠一次，顺带着看望他的岳父岳母，有的朋友还去过他的妻儿墓前一起祭奠。他从事工作这些年来，连房子都没有购买过，一直居住着当年单位给的旧朋友，但他却用积攒了10几年的工资，把他妻儿的坟墓修建得十分豪华。听到此话，我脸色立马一变，直觉告诉我，那个人老家修建的豪华坟墓有些不正常。看着陆枫突变的脸色，康兆年若有所思地问道：难道你怀疑他在郊区为他妻儿修建的坟墓有问题？我点了点头，秘密或许就藏在他妻儿的坟墓当中。康队要不要陪我去一趟？康兆年没有丝毫迟疑，带上装备我们就出发了。没多久，在康兆年的带领下，我们到了。而眼前这座豪华坟墓看似气派，实则暗藏杀机。我立刻开启伪装专家技能，几分钟后，视野中红点疯狂闪烁，这座坟头根本就是个幌子。我冷笑一声，底下果然另有乾坤。看着我激动的神色，康兆年急忙追问：怎么有发现？我重重点头，如果没猜错，这里面设有暗门，直通地下密室。康兆年大惊失色，你怎么看出来的？这时候哪还有空解释原理？眼看天就要黑了，必须争分夺秒。我把挎包往地上一甩，直接掏出2把工兵铲，扔给他一把。别问，先干活。康兆年握着铲子瞠目结舌，你要干什么？还能干嘛？哇！康兆年瞬间傻眼，看着手里的铲子才恍然大悟，合着我领装备时就做好了盗墓的准备。虽然挖坟这事儿对刑侦队长来说挑战巨大，但他看我眼神坚定，咬咬牙干。两人挥汗如雨，十几分钟后，随着砰的一声闷响，洞口通了。我动作麻利的掏出探照灯，递给康兆年一个，自己带上一个，一头钻进黑洞，通道狭窄却挖掘的极其专业，顶部甚至做了防塌处理。看来那人早有预谋。走到尽头，一间10平米左右的墓室赫然出现，里面除了2口一大一小的棺材，家徒4壁，气氛瞬间压抑到了极点。既然来了，就没有退路。我和康兆年对视一眼，默契的同时动手开棺。我率先掀开
开小棺材的盖板，瞳孔猛地一缩，空的，里面竟然空无一物。就在这时，旁边传来动静，康兆年也打开了大棺材，只见里面放着一个黑色铁盒，他下意识伸手就要去拿。康队，住手！这一嗓子我吼得撕心裂肺。康兆年吓得猛一哆嗦，手悬在半空僵住了。我死死盯着那个铁盒，技能警报正在脑海中疯狂尖叫，别碰，那是2氯2乙硫醚。康兆年还没反应过来，我声音颤抖地补充道，俗称芥子气。听到这3个字，康兆年瞬间面如死灰，这可是化学武器中的糜烂性毒剂，一旦泄露，方圆1.2公里内人畜不留，那是真正的无人生还。你怎么看出来的？康兆年深吸一口气，冷汗顺着额头狂流。我指着铁盒边缘在强光下泛起的诡异绿点，看那残留液体，这就是证据。康兆年气得浑身发抖，那个疯子竟然在妻子的棺材里设下这种断子绝孙的毒气机关，这是要拉所有闯入者陪葬。可紧接着，一个更让人毛骨悚然的问题浮上心头：既然大棺材里是毒气机关，小棺材是空的，那妻儿的骨灰到底去哪了？老婆孩子的死绝非意外，搞不好就是死在他手里。这句话一出，康兆年瞳孔地震，有证据吗？只要接着找，证据马上就有。话音未落，我再次开启伪装专家技能，整个人直接翻进了那口空棺材里，双手在棺底疯狂摸索。咔嚓一声脆响，机关触动，康兆年神经紧绷，枪口瞬间对准棺材内部，冷汗直流。紧接着又是几声闷响，棺材剧烈震动，底部竟然缓缓裂开一道缝隙，一条通往地狱般的石阶赫然出现。我二话不说跳了下去，康兆年咬咬牙紧随其后。下面是个隐秘的小型密室，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一个落满灰尘的木箱，里面赫然藏着一台大功率军用电台。我立刻切换计算机专家技能，暴力破解电台里的联络记录，瞬间像瀑布一样涌出。这一看，我和康兆年头皮发麻，不仅有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毒教材插画案，甚至还牵扯出多年前的好几起重大情报失窃案，全是徐辉干的。等我们爬出墓穴，天已经黑透了。康兆年瘫坐在车旁，满脸颓废与自责，亏我还是国安队长，和他认识几10年，竟然……康队，别自责，这只硕鼠藏得太深。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在现在铁证如山。康兆年深吸一口气，眼神重新变得凌厉，迅速拨通陆长林的电话。陆长林听完汇报，雷霆震怒，马上抓捕，绝不姑息。1小时后，车子带着刺耳的刹车声停在相关部门楼下，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徐辉正在台上侃侃而谈，享受着众人的掌声。我没有任何废话，上前一脚踹开大门，砰！巨响惊动全场，所有人齐刷刷回头。台上的徐辉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瞬间又挂上了那副伪善的笑容。老康，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康兆年冷冷地盯着他，一言不发，而我已经像猎豹一样冲了出去。徐辉察觉不对，想往后缩，可惜太晚了。我一个闪身七进，这雷霆一击快到肉眼无法捕捉，抓住他的胳膊猛地一拧，反关节擒拿啊！徐辉惨叫一声，被我死死按在讲台上，动弹不得。全场哗然，有人惊恐尖叫：“康队长，你们干什么？”康兆年无视周围的骚动，掏出逮捕令，声音如判官般冰冷：“徐辉，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现被正式逮捕。”徐辉拼命挣扎，满脸狰狞与暴怒，但我的一双手如同铁钳，根本没给他留半点活路。眼看众人面面相觑，满眼惊疑，不等他们开口，康队环视全场，发出警告：“在座有不少老朋友，我没时间多解释，但我要提醒各位，国安局正在办案，谁要是耽误办案引发后果，你们自己担责。”紧接着，全场噤若寒蝉。虽然大家都不敢相信徐辉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可康队的强硬态度彻底让他们感到恐慌。万万没想到，就在这时，被死死按住的徐辉竟然放弃挣扎。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国安局为何说我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但是我愿意配合调查，老同事们不必惊慌，我随他们去一趟就是。他甚至面露欣慰地安抚起众人。康队直接冷哼一声，我们心里跟明镜似的，这老狐狸纯粹在强装镇定，都到这节骨眼上，居然还能端着谦谦君子的架子，这种伪装和心态调节能力，简直超越绝大多数专业间谍。康队毫不啰嗦，直接下令。随后我押着徐辉大步离开会议室。就在走到门口的瞬间，康队回头厉声叮嘱：“各位请记住，今天的事涉及国家安全，绝不可外泄。一旦有人走漏风声，国安局必定追责。”这番话就是要死死封锁消息，免得惊动其他潜伏的毒蛇。转眼间，半个小时过去，徐辉被我们秘密押入国安局地下审讯室。我和康队立刻展开突击审讯。谁知刚一坐下，徐辉居然面带好奇地打量起我：“你叫什么名字？似乎是国安局选拔的新人吧？以前没见过。”我面沉如水，压根没搭理他。康队更是满脸怒容，直截了当发难：“徐辉，大家都是老熟人，今天把你抓回来，你应该清楚自己犯下的滔天罪孽。我不想啰嗦，你现在主动招供。”结果下一秒，徐辉面露慌乱，甚至表现得有些失控。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要招供什么。康队长有话直说，别让我猜谜。听到这番死皮赖脸的狡辩，康队瞬间怒火中烧，当即发出一声冷哼：“你真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徐辉，天道有轮回。”紧接着，康队犹如连珠炮般抛出底牌，已藏在妻儿墓下的秘密全被我们掀了。已在墓里私藏电台，长期提供情报，甚至10年前残忍杀害妻儿、制造车祸，这些滔天死罪你还敢不认？本以为这番话能彻底击溃他的心理防线，然而徐辉竟然毫无惧色，反而满脸吃惊与失控。康队长，你疯了吗？什么私藏电台，还要说我杀害亲生妻儿？他甚至死死盯着康队，当场打起感情牌。你我好歹多年同窗，你究竟听信了哪来的谣言，拿这种无稽之谈来指控我？话音刚落，康队猛地一巴掌拍在桌上，震耳欲聋。你还想狡辩到底？就在这时，康队直接掏出一个小熊玩偶，重重砸在桌上。认不认识这个？谁知徐辉连半秒犹豫都没有，立刻点头，脸上甚至瞬间挤出几分悲伤。这是我儿子天灵的玩具。他回答的太干脆了。康队眼中猛然闪过一丝疑惑，随后徐辉顺水推舟继续飙戏。天灵去世后，他的玩具全打包送回了老家，他爷爷最疼他，老人家睹物思人，非要留些念想。你们是从我丈人家搜出这个的？此话一出，康队顿时一怔，眼看就要被这老狐狸带进沟里，千钧一发之际，我立刻凑到康队耳边，低声点破其中的恶毒算计。通过刚才的对话，我已经彻底看穿了他的下一步对策。这畜生显然猜到我们端了地下
下目视拿到了证据，自知无法脱身，竟然想把一盆脏水全泼在老丈人陈老汉身上。因为他算准了，陈老汉虽然不知情，但只要意识到女婿深陷死局，以老人的性格，大概率会主动顶罪。这简直是一招歹毒至极的祸水东引。听完我的耳语，康队瞬间反应过来，目光如刀般死死盯住徐辉，一味狡辩只会换来更沉重的代价。随后，康队直接起身，我暂时退出，由他来审你。紧接着，康队大步走向门口，伴随着沉闷的关门声，康队彻底离开。偌大的审讯室里，瞬间只剩下我和对面的徐辉。徐辉面色凝重地打量着我，试图看穿我的底细，而我只是用一种极其深邃的目光死死盯着他。这种令人发毛的压迫感瞬间笼罩全场。要知道，徐辉可是一名极其专业的间谍，眼前这个男人，无论是技能还是心理素质，都堪称毫无破绽的高级特工。面对这种老狐狸，我根本不按套路出牌，全程一言不发，只是死死盯着他。这种极其反常的压迫感让他彻底蒙圈。紧接着，他终于忍不住试探：“你不开口吗？”这种审讯方式倒是别具一格。然而，我依然毫无反应。时间一秒一秒的流逝，又是死寂般的5分钟。这一刻，这名受过顶级训练的王牌间谍竟然开始压抑不住的焦躁起来。突然，他猛地抬头，死死盯住监控探头，直接隔空向指挥室里的康队大喊：“康队长，这人脑子有问题了，要审就赶紧问，继续装哑巴只会浪费时间。我要求换人，我还有一堆重要工作要处理。”与此同时，指挥室里早已乱作一团，各部门负责人死死盯着屏幕，足足20分钟的死寂让所有人瞠目结舌。有人按捺不住当场发问：“这人到底在干嘛？就算眼神震慑，也没必要干瞪眼这么久啊！老康，你赶紧去看看。”面对众人的质疑，康队眉头紧锁，可犹豫良久后，他却硬是顶住压力，摇了摇头：“再等一会儿。”自从经历了北郊坟墓的诡异调查，康队对我已经产生了一种近乎盲目的信任。他当即力排众议，要求所有人保持肃静，静观其变。而审讯室内，由于迟迟等不到回应，徐辉的情绪彻底游走在失控边缘。身为专业间谍，他拼命想要保持冷静，可我这种无声的折磨，简直就像把他架在炭火上反复炙烤，让他根本无处遁形。好，既然都不说话，也没人管，那我就睡一觉，我倒要看看你们能耗到什么时候。说完，他直接双眼紧闭，企图用这招来隔绝我的视线。万万没想到，就在他闭上眼睛的瞬间，我终于出手。我一把抓起桌上的小熊玩偶，直接翻开背面的绒毛，将一个极其隐秘的录音按钮狠狠对到他眼前。紧接着，我果断拧开按钮，下一秒，他妻子林鸟和他当年那段致命的对话录音清晰地回荡在死寂的审讯室里。听到这段声音，徐辉整个人彻底陷入极度的挣扎。他做梦都想不到，当年的秘密对话竟然被原封不动地录进了亲生儿子的玩具里。最讽刺的是，这件被他视为无价之宝，一直供奉的遗物，他每次去都要对着他缅怀儿子。可整整这么多年，他这个受过顶级训练的王牌间谍，竟然没有察觉到里面藏着录音功能。哪怕是再专业的人，哪怕是再冷静的王牌间谍，在如此恐怖的落差下，也注定会暴露出最深层的恐惧。录音播放全程，徐辉一言不发，他猛地低下头，死死咬住嘴唇，陷入沉思。然而，我根本没给他喘息的机会，趁着他心理防线动摇，我毫不犹豫地按下了第2段录音，那正是当年车祸现场的致命铁证。当车祸现场他与妻子的对话清晰传出时，徐辉整个人瞬间面如死灰。事到如今，他依旧对妻儿的死毫无悔意。他死也想不通，为何2次最致命的罪证，竟然偏偏全都录进了这只不起眼的小熊玩偶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年幼的儿子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心机，这绝对是阴差阳错的巧合。但这更说明了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那就是老天爷铁了心要断他的生路。直到第2段录音彻底播完，我才慢条斯理地收起玩偶，目光如刀般直刺他的眼睛。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万万没想到，低头许久的徐辉缓慢抬起头时，脸色竟然变得异常坦然，没有愤怒，没有焦躁，甚至连刚才的失控都荡然无存。紧接着，他绝望的苦笑出声：“厉害，现在的国安队员实力竟然恐怖到了让我发毛的地步。很好，你干得漂亮。”面对他虚伪的夸赞，我只是冷漠地摇了摇头。真正恐怖的手段，我还没来得及用。不过你就不想打听这件玩偶的细节吗？岂料徐辉脸上的苦笑更深了一层，直接失落地摇起头，不问了。他顿了顿，眼神中闪过一丝乞求：“能不能给我根烟？要是有口水喝就更好。”我眯起眼睛，死死盯住他，抽完烟喝完水，就准备全盘托出，是这个意思吗？徐辉重重的点头。我冷哼一声：“烟没有，谁你凑合喝2口，等你把所有事情吐干净，我会让人赏你1根。”徐辉没有任何反抗，再次顺从的点头。随后，我直接拧开桌上的矿泉水，推到他面前。由于双手被冰冷的镣铐死死锁住，他极其艰难的伸长手臂，这才勉强把水瓶攥在掌心。紧接着，他极其反常的抬起了衣袖。千钧一发之际，指挥室的音响里猛然传出康队声嘶力竭的咆哮，立刻阻止他，他要吞毒。然而他喊得再大声也无济于事。就在声音传来的同时，徐辉已经将那口水重重咽进肚子里。哈哈哈！下一秒，徐辉对着监控摄像头露出疯狂又轻蔑的狂笑。老康，你果然是老刑侦，动作够隐秘，还是被你看出来。可惜你晚了一步，我已经吞下去。听到这话，指挥室里的康兆年勃然大怒，猛地一拳狠狠砸在桌子上，其他人更是满脸骇然。明明仔细搜过身，谁都想不通他究竟是怎么把毒药藏在衣袖里逃脱搜查。情急之下，康兆年绝望大吼，疯狂呼叫医护团队冲进审讯室。没用的老康，我吃的是氯化钠，再过2-3分钟就没救了。伴随着徐辉这声解脱般的叹息，指挥室里的康兆年双腿一软，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他双目中写满了极致的不甘心和悔恨。可是与此同时，审讯室里却出奇的安静。我静静地坐在审讯席上，不仅没有丝毫失控，甚至连脚步都没挪动半寸。这极度反常的冷静，反而让徐辉感到了深深的疑惑。我还有2分钟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很好奇，你到底为什么还能保持这种镇定？面对他试探的目光，我古井无波的脸上终于扯出一抹狡黠的笑意。紧接着，我不紧不慢地将手伸进口袋，直接掏出一个小药瓶，随后我倒出一粒纯白色的药丸，轻轻丢在桌面上。徐大人，你刚才吃的似乎不是什么氯化钠，那应该是我每天饭后常吃的胃药。我看着他的眼睛继续开口，说来也巧，我的胃药和你藏在袖口里的
的毒药，外观长得简直一模一样。什么？这一瞬间，心理素质极度强硬的徐辉当场破防，眼神中闪过见鬼般的难以置信。紧接着，他绝望地发现，服药已经整整过去3分钟，身体竟然毫无异样。这残酷的现实直接印证了我的话，他吃下去的根本不是毒药。徐辉悲哀地低吟一声，满脸苦涩。陆枫，你果然厉害，我只是苦恼，为什么在生命尽头才遇到你？如果早点认识，说不定我们还能成为忘年交。结果我毫不犹豫地摇头，不，如果我们早一步相识，根本做不成朋友，而你也绝对活不到今天。这句狂妄的话一出，徐辉猛地一怔，同时他眼中陡然升起一股被极度轻视的愤怒。作为从无数间谍中脱颖而出的完美主，他骨子里的自负绝不容许别人如此践踏他的专业。他直勾勾地盯着我，满眼孤傲。你为什么不觉得先死的那个人会是你？我毫不避讳地迎上他的目光。在别人眼里，你潜伏伪装这么多年，确实证明了你高超的间谍技能。然而在我看来，这些东西根本不值一提，你只是没遇到我罢了。万万没想到，徐辉直接放声狂笑，他笑得无比猖狂，眼中全是不屑。你确实机智，可你太年轻气盛，干国安这一行，心里有骄傲也得憋着，一旦暴露，就会给敌人留下致命的破绽。岂料我直接哈哈大笑，眼中更是迸发出丝丝怒。行，既然你要谈事实，那我就告诉你一个事实。我猛地凑近，瞬间将压迫感拉满。你或许不知道，我刚加入国安局不到7天，而从接触案件到把你死死按在这里，我只用了3天。你苦心经营30几年的间谍大业，我仅仅花了3天就彻底摧毁。你现在还觉得我只会逞口舌之快吗？话音刚落，徐辉彻底僵在原地。这一刻，这位潜伏半辈子的顶级间谍，终于满眼惊骇地重新审视起眼前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年轻人。听到我只用3天就击碎他的伪装，徐辉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彻头彻尾失误。然而他仅仅沉默半秒，突然再次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可若不是老天爷帮你找到那个小熊玩偶，你根本抓不住我的把柄。他死死盯着我，当然这一切都不重要，其实你根本没赢。我目光如炬地回敬着他，你的意思是，就算我们把你抓捕归案，就算你对所有罪名供认不讳，我们也休想拿到那份76人的潜伏名单。没想到徐辉竟然毫不犹豫地点头。当年种子计划的76人，除了我之外，其余全员存活，他们早就化整为零，遍布在龙国的每个角落。同时他眼中绽放出一股极其痴狂的笑意，就算我被你们死死定在这里，我身后等于还站着75个我，你们凭什么觉得赢了？面对这番肆无忌惮的威胁，我反倒平静地看着他。徐大人，你不会天真的以为只要你咬死不开口，我们就找不到那份名单吧？听到我的话，徐辉直接嗤笑出声，实话告诉你，这份名单根本没有任何纸质记录，那76个人只存在于我的脑子里。难不成你有本事直接劈开我的大脑提取记忆？结果他话音刚落，我竟然想都没想，极其果断地点头承认。下一秒，他如同看疯子一样再次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大笑。有意思，陆枫，你这小子简直太有意思。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直沉默的我突然开了口，徐大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林鸟录音里提到的那本笔记本，就是你在他名下的银行保险柜里找到的。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保险柜号码是10876，密码是76893，我说的对吧？我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瞬间让徐辉僵在原地，脸上更是猛然涌现出极其难以置信的惊恐。你到底是怎么知道密码的？徐辉彻底破防，死死瞪大双眼看着我。如果说刚才面对我的手段他还能强装镇定，那此时此刻他已经完全陷入崩溃。我根本没有理会他的歇斯底里，只是神情淡漠地宣告，那份76人的名单，我想已经不需要你来提供了，我已经全盘找。我直接不紧不慢地开始点名，一连20几个名字被我一口气全盘托出的瞬间，徐辉的脸色顿时变成一片死灰，而我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然而没过多久，徐辉猛然睁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紧接着整个审讯室里回荡起他极其癫狂的笑声。好好好，他死死盯着我，眼底尽是绝望的疯狂。我败了，败得一败涂地。陆枫，你的手段简直超乎常理，我输得心服口服。不仅是我，哪怕是在顶尖的间谍，碰上你这种能力也绝对无处遁逃。从这个角度看，我根本没资格愤怒。老天爷非让我在这个时候撞见你，一切果然都是命中注定。突然，他语气一转，死气沉沉地看向桌面。我现在无话可说，你的判断全对。既然你已经把名单全盘拿到了手，我也彻底失去利用价值。他猛地抬头，死死盯着那颗属于他的毒药，给我个痛快吧，把那颗药丸给我。我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缓缓摇头，不，你现在还不能死，你身上还有剩余价值。听完我的话，徐辉眼中瞬间爆发出极其怨毒的光芒。与此同时，康兆年大手一挥，立刻叫来队员将徐辉强行拖回死牢。紧接着，整个反谍基地进入最高战备状态。随后，康兆年紧急召集全部核心人员召开绝密会议，而会议的唯一核心就是拿着我提供的这本76人名单，立刻对潜伏在全国各地的毒瘤展开史无前例的雷霆出击。